丽姐真是迎来了春天，竟然开启了新的荒野生存，打造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半地下室庇护所。有了庇护所的她，这一次可以说是搞起了荒野大餐来。不仅是有着美滋滋的鱼肉和鸡肉，更重要的是，就连野鸭子都遇到了。这一下那自然是不可能错过的。当然，想要在野外解决食物问题，最好是能够收获到一头野猪。这一次看看丽姐能否得偿所愿了。上期的丽姐那可是在之前建设的山洞庇护所处，将庇护所给完善了，而且还在庇护所周围开荒拓地，挖出了一块荒野菜园来，将蔬菜给种了进去。外出打野的她，更是在返回的路上发现了惊人的一幕：一只大火鸡的出没。见到火鸡的丽姐，那是无比的激动，当即小心翼翼地靠近火鸡之后，就是疯狂地追逐起来。这只野鸡的速度十分之快，在拼命的逃跑之中，接连不断地躲过了丽姐的好几处飞扑，这让力气不断被消耗的丽姐十分的着急。毕竟丛林之中地形杂乱无章，可以说是火鸡的主战场，因此丽姐越发的追逐下，越是发现了追逐的难度巨大。最终经过了2分半疯狂追逐之后，大火鸡的身影那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直到最后彻底的看不到为止。可是把丽姐给气的呀，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气不打一出来的丽姐，那是当即就把气给撒在了这棵倒霉的芭蕉树身上，开始利用打野刀对着芭蕉树切割了起来，准备将里面最为鲜嫩的树心给取出来。毕竟树心部分十分的脆嫩，含有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糖分，在野外用来补充水分可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丽姐搞出芭蕉树心可不是为了补充水分，而是回到了庇护所，准备将这些芭蕉树心作为今儿的餐食，将它们搞成一小节一小节的，放入到装有山泉水的竹筒内，最后在壁炉之中进行一番烹煮。当然，这样的餐食在营养上肯定是不足的。不过今儿外面又下起了雨来，丽姐也是没有功夫出去搜寻新食物了，只得勉强凑合着吃一顿了。随后的几日里，丽姐总算是迎来了好消息，不是捕捉到极品野物，而是荒野老哥回来了。丽姐那是不仅将老哥的庇护所还了回去，而且还将这些天捕捉到的几只野猪一同卖给了老哥。这下丽姐可算是能够来到远一些的地方探索。想要扎根在深山之中，居住的地方那是十分重要的，毕竟山中野物多，白天还好说，夜间睡着的时候可是危险的很。因此，丽姐那是选了一处坡地处，利用板锄开始挖掘了起来，准备在这里建设出一座隐蔽安全的荒野庇护所来。感受到泥土的坚硬，丽姐是庆幸自己带来了一把板锄，不然靠着木棍挖掘的话，那难度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。毕竟即便是使用板锄，挖掘不到1米深度的时候，下面便遇到了混杂碎石的土层，相当的难挖。甚至就连手里铲挖掘时，进度都是十分的慢。要不是前面已经挖掘出了大量的泥土，丽姐此时甚至还想要重新选择一个区域挖掘。面对这般的情况，丽姐只得放弃挖出更深的坑，而是在下面修理一番，搞出一个床位出来。无法做到全地下室的庇护，她也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制作一个半地下室的庇护所了。因此需要不少的竹子作为建设材料。好在周围的竹子还不少，不一会的功夫，她便砍来了一大堆。至于带有树杈的木棍部分，将其一段削尖之后，那可是极佳的立柱部分。立足的起点可不是在坑内，而是在地坑的两侧。挖掘出立柱坑洞之后，便可以将其放置进去，回填泥土夯实。这2根立柱立起之后，放置上横梁，便是双坡屋顶的最高处。两侧架设上短一些的立柱，以及斜坡上的横梁，便是屋架的框架部分。至于屋面部分的材料，丽姐先是采用了大量切割好的竹筒，将其紧靠着的布置在屋架之上。而房屋的前面部分架设竹子之后，再在前端一一的插入木棍，制作出一个木墙。这样的话，前端空间会比较高，生活方便些。后端的话，主要是床面低上方，平躺着睡觉，不需要过高的空间。当然，庇护所内最好是有着壁炉，这样的话既可以提供暖气，也能够烹饪食物。因此，接下来丽姐那是必须建设一个壁炉才行。处理的黄泥团便是丽姐制作壁炉的关键，它们是极好的粘接剂，一层黄泥土，一层石块，层层叠加的由下向上铺设而去，便能够快速的建设出一个壁炉来。最后再利用黄泥土将壁炉内部一一的涂抹光滑，如此一来，壁炉部分便完美的融入到了庇护所之中。至于前段的屋面部分处理，丽姐依旧还是采用了竹筒先进行细致的铺设，直到铺设到中间时候，这才特意的留出了一个窗孔，制作了一扇竹子窗户，将其放上去，平日里便能开合，既能观察外界情况，同时又能起到采光和通风的作用。至于大门的进出口，那便是庇护所的侧面部分了。
因此需要好好的处理一番，将进口处的土壁挖掘一番，搞出进出的阶梯来。而外侧则是修建一个弧形的坡道，方便进出之际，还能让雨水流向低处。当然，只靠竹子部分作为屋面，那必然是会漏水的。因此，丽姐搞来了不少的树叶，将其铺在了屋顶，竹缝处还特意用树叶嵌入。最后，这是将挖掘出来的泥土一一的铺设到了树叶之上。如此一来，一般的雨水也是能够扛一扛的。不过，考虑到长时间的暴雨，丽姐还挖掘来了大量的草坪，将其铺设到了泥土之上。这下，即便是面对暴雨，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而且铺设上草坪的话，更好的融入到大自然中的庇护所，其伪装效果可以说是更好了。关键是丽姐还在周围种植了一些植物，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和谐和漂亮。就此，除了欠缺一道进出的大门外，整个庇护所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。至于大门部分，那更是难不倒丽姐的。制作出大门的框架之后，再利用竹子做门面材料，不一会的功夫，大门边处理完毕了，看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耐撕啊。忙碌了半天的丽姐，此时早已经是饥肠辘辘。好在周围竹林可是不少，随便一番搜寻之下，白妮发现了2颗大竹笋，用来果腹的话，短时间内还是不错的。拿上竹笋，并且收集了一些木柴之后，接下来丽姐便在全新的庇护所之中升起了火来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壁炉的效果还是十分的不错的，火势很旺，竹笋在火炉之中也是慢慢的成熟了起来。而饿了半天的丽姐，那是迫不及待的将其拿了出来，开始美滋滋的吃起了起来。软糯香甜的竹笋吃起来味道十分的不错，很快的丽姐便吃完了一根，开始对着第2根出了手。不得不说，忙碌之后的食欲就是好啊。饱餐一顿之后，丽姐便进入了梦乡，看起来这个床位空间还是很大的呀。夜间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了声音，吵醒了丽姐。此时的丽姐还不知道放置的摄像机记录下了野物出没的情况。好在野物似乎也是听到了丽姐醒来的动静，最后自个离开了，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之后，次日的丽姐那是查看了地面留下的痕迹，再加上摄像机的记录画面，初步推测是野猪干的。这下丽姐可是高兴得很。虽然野猪将庇护所周围的草坪给弄乱了一下，大概率是闻到了烤竹笋的味道，但是能够发现野猪，这对于丽姐来说，那便是有着不小的概率能抓到对方，实现吃肉自由的梦想。不过在布置野猪陷阱之前，丽姐还需要有着自保手段，打造一张弓箭。毕竟除了防身外，还能捕捉山鸡野兔的这种简易的竹子弓箭。之前丽姐可是制作过多次，制作的难度也不大，因此制作起来可谓是得心应手。不过这种弓箭也有缺陷，那便是威力相对比较小，并且使用期限不长。不过对于丽姐来说，使用一段时间也够了。弓箭制作完毕之后，那自然是要好好的试射一番才行。总体上来说，在4-5米以内的距离下，弓箭的准头和力度还是十分不错的。再远一些的话，那就要看运气了。拿上弓箭之后，接下来的丽姐在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。而一番搜寻之下，可是有了新发现。眼前的地面上可是布满了野猪挖掘竹笋的痕迹，而且通过咬痕以及地面的野猪脚印，丽姐大概能够看出野猪不算大，不过能够抓到的话，吃上1周还是没问题的。因此，丽姐先是砍伐起了树木来，准备制作打野陷阱。考虑到野猪个头不大，丽姐并没有制作地坑竹箭陷阱，而是利用附近的树木以及树藤，准备制作一个弹力绳套陷阱。最后再在底部布置上大量的触发卡条之后，这才将绳套部分给放置了上去。一旦野猪踩到触发杆，便会破坏平衡，从而被绳套勒住。当然，干树叶这些可是少不了的，将其铺设到木棍子上，便能够遮住陷阱。另外，丽姐还在陷阱周围插满了树枝，只留下了陷阱处的空缺。野猪路过这里的话，便有很大的概率从中间经过，最终中招。当然，这样的弹力绳套陷阱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因此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丽姐又在发现了野猪痕迹的区域，布置了另外的2组陷阱，希望能够收获惊喜。在庇护所休息了一夜之后，次日的丽姐那是在周围捡到了几根羽毛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将其用来制作箭矢的箭羽，能够有效的提高箭矢飞出去的稳定性。因此，丽姐自然是要好好的将箭矢处理一番，甚至就连箭矢也进行了炙烤，减少水分的同时修正笔直度，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打野成功率的经验。不得不说，丽姐的荒野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呀。准备好弓箭之后，丽姐再次来到了山林之中。2日没吃肉的她，那是特别渴望蛋白质的到来，因此搜寻起来十分的小心翼翼，生怕惊扰了野物。而在不远处，一只野猪已经是进入到了绳套陷阱的周围，正在美滋滋地吃着丽姐布下的竹笋诱饵。
然而丽姐是低估了这只野猪，受到惊扰的她一瞬间就冲了出去，竟然直接闪过了绳套。好家伙，真是顶呱呱呀，快得像是飞猪啊！前来查看陷阱的丽姐也是没想到野猪这么快的速度，遗憾的她只得将陷阱恢复，希望还有其他野猪回来。俗话说有得必有失，今儿丽姐虽然失去了野猪，但是接下来却是迎来了一只山鸡，看模样就知道大概率是以前老村落遗留下来鸡种。不过这玩意长时间在山中，依然是野性十足，即便是中了一箭，跑起来也是飞起，愣是让丽姐狠狠地追逐了一番，最终才算是将其给抓在了手中。拿上山鸡的丽姐哪里还管其他，赶紧的回到庇护所，将山鸡清理干净之后，便放在了壁炉之中炙烤了起来。不一会的功夫，烤鸡就开始散发出诱人的肉香。不过丽姐再饿也得忍住，因为山鸡肉必须烤熟了才能吃，野外吃食不熟的话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最终又是一番炙烤之后，鸡肉烤的那叫一个香啊！几天没吃肉的丽姐那是迫不及待的将山鸡拿出来，搞了一个大鸡腿，便美滋滋的开吃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这野味的味道实在是太巴适了。一个鸡腿嫩是没有撑过2分半，便被丽姐吃完了，而一整只鸡也仅仅是撑了10分钟，便被丽姐彻底的解决完毕。饱餐一顿之后，那必然是要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去了。